尊驾是同是常客沦落人，先生请就坐。先生请。你不是橘子，是冰子。何以见得呀？足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茧，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。再看足下，坐于街边14之内，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，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。你再看店家小厮，怯怯然而不敢近前，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，血腥味道太浓了。便是不曾得掌荆节，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，对不对？老先生长科不遂，对军中之事倒是熟稔得很啊。吕氏不弟20年前曾入藩帅幕府为记事。哦，那既为幕职，为何不求藩帅荐个出身？他做了残民之贼，南下去避祸，老夫不曾追去。不知是哪位藩帅？黄甫辉。这位藩帅那可是能与当今天子临阵致师的猛将啊！那不也是个兵子出身的天子？兵子出身，便做不得天子吗？做得，太做得了。朱全忠是兵子，李天下是兵子，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不皆是兵子吗？前朝的世宗皇帝不是兵子，可惜呀，天不假年，最后还是换了位兵子上来。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，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。既如此，老丈为何又进京来赴长科呀？老夫长科出仕，求的是一州一县，临民而治，无意做天子私人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老先生既求长科出仕，管阁也好，州县也罢，都是当今天子之臣，又有何意？我问你，冯令公又是谁家之臣？天下板荡，大道风起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圣道不存，奉一人者为鹰犬耳。当效冯令公，奉天下梨树而臣之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随我来。臣等恭迎陛下。雪琪，臣在。本岁长科，礼部贡士未取中者，即往岁长科15世以上未取中者，系列其名再造一册，皆赐今岁长科进士出身。陛下，无故事，无先例。今日之事，即是后世之先例。这是个不通文墨、
不懂故事的天子，故而要为天下开了这个先例。陛下，长科取士，应由礼部册明入奏，天下谓之正途。今陛下降降恩，宜分其途，正其名，于是天下已公。长科取士，谓之正奏明；今日之事，谓之特奏明。长科举子司马溥，凡40年不得一中，今以特奏明取之，赐进士出身，特旨全序，为枢密院承旨。臣奉诏。先生有人天下之心，朕亦有人天下之志。朕虽是求拔天子，却不是张彦泽、黄甫辉。臣司马溥奉诏谢恩。陛下如天之幸啊！宋军身陷巴蜀，元气有伤，不能取巴蜀之资财、人丁、田亩，亦不能常伐蜀之粮秣，给养军士。纵使祸乱有平，大军回师，灭国之赏，足以使那府库为之一空啊！加上还要捐免赋税，以抚蜀人，此一进一出，臣断10年之内，宋人再难举大军南下。陛下安矣，社稷安矣，大唐安矣。陛下如天之幸。宋天子会这般想吗？陛下可检贡以示之。检贡是。入夏以来，江南7州20余个县遭受了水灾，要救济灾民，还要捐免粮赋。今岁之贡事，不及往年之半数。宋皇如天之德，想必不会介意的。这是行险。行险？那陛下不如以此不明之理示之。朕闻得江南水患，有多少州县遭灾？启奏陛下，共计7个州，28个县遭灾。有多少人罹难？没于水淹者，计23521人，毁坏房舍8900余间，淤没田亩近10000顷。今岁的日子不好过呀。是。今年那20万两匹银券，朕不要了。徐亲，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，与你家主上说：天下纷乱了近100年，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。他既是江南地主，自当爱抚黎庶。该卷免的钱粮当卷免，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。朕不拖他的后腿。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，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。
陛下，如天之人，谈不上，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，彼此体谅罢了。朕是个丘八出身的天子，从来不打诳语，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。不明之礼，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，既是恩典，朕不许你辞，你便不能辞。听明白了吗？臣明白。而君臣好生去做，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，李氏便是僭越尊号，与朕并驾齐驱，朕也未必做到。可若是误了灾情，使得江南民生涂炭，朕平却这日子不过了，也是要吊民伐罪的。听懂了吗？怒。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，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。对，入卡的轻装可以先发去挖红路，以工代赈。2万进京，你给你地方考试，仅此一处为止。也有干粮传淌在你不下万数。大王，先生免礼，都准备妥当了。苏州、湖州、衢州，共计16处关卡，沿途设了238处战棚，抽调了8000镇兵和2800名胥吏，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。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万斛粮米，每处战棚都设有10余处周遭，并备有衣饰和各色药材。多糜费些粮米，亦不打紧。务求有序啊！相府也发下了札子，将这桩差事纳入京岁考绩，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，即为上重。上，大王，朝廷故事，凡所考绩上者，力不受人，上中已是极美。我知道。若能不死一人，相府录考绩为上，后缺者就地补官，时任者则进品质一级。可咱们缺人口啊，沈兄。臣明白。说起来，算是一军13州86县，可论及丁口数，却连中原的3、5个大郡都不足啊！想明白了吗？父王这笔生意，不只要南唐的粮，你记住了，民为国之根本。所有人排成2队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排好队，排好队，头站在5里之外，头站在5里之外。所有人排成2队，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来，大家排好队啊，在前面领卒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1户领1根，只能领1根。1户最多领1根，不要多领。1根签就是10亩田。不要急。到了开州，今岁有田，明年起屋。前方有教，3年之内捐赋钱粮，全免。吴越核心腹地，地势平坦，土壤肥沃，且雨量丰沛，尤以水稻种植，素为鱼米之乡。
此区域远离与邻国的冲突前线，相对安定，安置灾民于此垦殖，既解决其生计之困，促其发展，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，充实国力，巩固统治根基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前王此举，兹南唐以兵甲周赵，坏朝廷之混一大计，以锱铢之力量，统硕之辖，以偏鄙之行，分全局之势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臣以为当下诏申斥。总有些人拿朕的话当耳旁风，朕总是想给他留些脸面，他也是不能了。汉唐以来，建都俱以秦、洛、形胜之地为一。自朱良篡乱，已以汴州4战之地。五代以来，强藩比比，社稷拨迁，由晋至州，国祚皆不永。今巴蜀平定，南土一安，臣等记忆良久。此时迁都之机也。迁往何处？关中凋零，王气已消。洛阳东距虎牢，西抵潼关，北依洛水，更有邙山之胜，宜为万世之基。需得花费多少钱银？洛阳本有南北宫，无需另建宫室，况原为旧都，私属俱全，郭城广大，只需量加修葺，不致糜费过多。满朝文武勋贵居汴梁将近40载，足下子孙奴仆，家宅产业，枝枝蔓蔓，已不知牵绕出多少重。若要迁都洛阳，至少有5、6万人之多。此次花费可能要抵得上法属的军费了。况且搬迁诸般事体，要动用的人力民夫规模浩大，若是坏了民心，推愿于朝廷，恐怕要动摇社稷根基。你们方才所言，皆算不得大事。大事是朕没钱，南征的钱粮动不得，遭了灾的州县捐免了赋税，亦附加不得。还有一桩大事，北面那条大河。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，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。可是下游的州县，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，岁岁农田荒弃，民人死伤。赵相公与朕讲史，自汉以来，这条大河便是朝廷的良心。治不得大河，何以成正朔？所以说，哎呀，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？可以有。你说什么？臣言，钱可以有，却不是用来迁都。陛下欲屯和田，钱可以有；陛下欲治大河，钱亦可以有；陛下若迁都，钱一文没有。司马普，军前奏对，仔细施仪。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？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，较之输粮于汴州，每10斤粮食要多出3斤的损耗。自5代以来，朝廷穷怕了，舍不得这3斤的粮食。陛下基业承自5代，比不得大唐盛世。咱们小门户过日子，宜俭不宜奢。穷人，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。司马普，莫要太过放肆。雪琴，你方才说，朕欲屯田治河，钱可以有。是。何由得知？陛下欲治河屯田，需颁诏天下，行虚外实中之策。司马普，休得妄言！四海未平，天下未定，虚外实中，非其实也。中唐以来之积弊深远，猝然更易，必致动摇社稷根基，需缓缓图之。你们让他把话说完。请接着说。
诸位相公心知肚明，只是无人说破而已。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处窘迫？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，经节滥丰，州县财政皆握于节镇之手，实外而虚中，以至于朝廷想屯田、想练兵、想治大河，均难以为继。陛下若以三司体谅天下州县往岁支纳，自明罪起，咱们俄以定数，留之一城，余以地方，其余的押解回京师。不过3、5载，练兵屯田，乃至于修大河、讨四方，皆有余裕。天下节镇手握财权以自肥，这是200年来所积累的弊端，陛下岂会不知？如今四方节镇，不是历经数朝的元戎众将，便是与陛下有择袍之意的故交旧部。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，平定天下。若现在收了他们的财权，行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，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。到时候1分钱收不上来，事小；如果他们反乱或者抗命，坏了朝廷威信，乱了天下大局，必将引来奇祸。契丹尚在，南唐北汉建号不沉，吴越未归，此时削藩，非其时也。非其时也。好一个非其时也！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？自中唐以来，历代的君王，朱全忠、李天下、石敬瑭、刘知远，还有前朝的太祖、世宗皇帝，他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？以藩镇治藩镇，以节度讨节度，以天下之贼平天下之贼。故而一代一代，皆是君为贼所逆，贼附而为君，世道轮回，往复无期。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太宗，却以诛贼为故事，因循行之，还敢奢言以知太平，可笑啊！可笑！可笑！